星期五晚美股收市，標普同納指又破頂啦，納指仲彈咗接近0.9%，但係道指就跌咗150點。你睇新聞標題，個個都話牛市狂歡，資金瘋狂湧入科技股，但係街外邊嘅真實世界根本就係另一個平行時空。伊朗透過巴基斯坦提出14點停火方案，要求美國撤軍同解除海上封鎖。特朗普喺 Fox 度話要睇清楚，仲警告如果伊朗搞事就會採取軍事行動。就算中東局勢有少少降溫跡象，布蘭特期油依然企穩喺108蚊，加州油價更加升穿每加侖6蚊美金，通脹巨獸根本冇走過，反而一路蠶食緊大家嘅購買力。但係散戶呢，佢哋淨係見到蘋果業績好，股價升3%就瘋狂衝入去買 call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要睇明個市，一定要睇透個局。美國聯儲局啱啱嘅議息會議可以話係1992年以嚟最激烈嘅內部分裂，4張反對票，卡什卡利同哈馬克直接要求轉向鷹派，因為伊朗戰爭令通脹預期徹底改變。大家睇翻5月公布嘅聯儲局聲明字眼，又稍為偏高，直接改做高企。鮑威爾就算5月15號主席任期屆滿，都要留任理事。點解啊？防禦政治干預咯。佢寧願頂住經濟陣痛，將息口鎖死喺3.5厘至3.75厘，都唔可以俾美元體系嘅信用破產。大家可以睇下 Polymarket 嘅預測，2026年減息嘅機率已經跌到啦44%，資金成本咁高，資產定價嘅地心引力就會出現。但係人性永遠係貪婪大過恐懼。依家散戶買 call option 嘅數量，單日淨買入接近900萬張，由3月低位暴增350%。佢哋唔信高息會死人，淨係驚錯過呢場 AI 泡沫。另一邊廂，對沖基金透過 repo 回購市場借翻嚟嘅槓桿資金已經創紀錄去到3.4萬億美金。自從2022年以嚟激增咗1倍幾，呢班大玩家手握8%嘅美債槓桿拉到最緊，一旦市場波動率爆升或者借貸成本再加，就會重演2020年嘅流動性危機，全部人火燒連環船。歷史數據好無情㗎，自從1896年以嚟，中期選舉年嘅5月到10月，道指平均回報率特微弱嘅1.2%，喺歷史波動率最高嘅季節，散戶仲推爆衍生工具槓桿，根本就係等俾大戶收割。講到呢度，我嘅做法係乜？好簡單，擁抱實體資產，遠離無定價權嘅科技股。喺能源衝擊同高息環境之下，我絕對唔會去抄底嗰啲業務結構受損嘅資產，我會將資金分配去受惠於地緣政治安全庫存嘅工業板塊。因為睇翻最新預期，工業板塊盈利增長已經由3月底嘅3.3%暴升到16.7%。彭博商品指數過去3年先升咗51%，對比以往超級週期，依家只係起步。依家個市已經唔係水漲船高，而係極度嘅板塊撕裂。斯波嘅離散道指數 DSPX 創咗歷史新高，個股之間嘅相關性由3月嘅42%暴跌到11%，即係話跟大市買 ETF 穩賺嘅年代暫時完咗，依家係考驗你揀股眼光嘅生死局。你睇下 Visa 第二季淨營收升17%，創2022年以嚟最高增速。點解？因為佢根本唔係科技公司，佢係向全球經濟明目增長強制收稅嘅主權實體。物價越貴，佢抽嘅手續費就越多，完全唔使自己加龐大開支。呢啲就係頂級嘅防禦資產。又例如星巴克換咗 CEO 之後，全球同店銷售彈升6.2%，北美大升7.1%。咖啡係平價多巴胺，只要理順咗門市出杯動線，壓抑嘅消費需求就會即刻轉化為利潤。相反，冇護城河嘅公司跌到一地眼鏡。Spotify 經營利潤指引嚴重暴雷，盤後暴跌12%。佢空有7.6億活躍用戶，但係底層 IP 定價權喺3大唱片公司手度，只係一個幫人賣碟嘅數位分發管道，注定毛利永遠受壓。Robinhood 仲慘，加密貨幣收入暴跌4成幾，活躍用戶流失，盤後跌6%。高息環境之下，生活成本侵蝕可支配所得，邊緣散戶早就離場。呢啲靠低息環境提供廉價多巴胺嘅賭場，增長邏輯已經徹底粉碎。好啦，我哋進入戲肉，拆解過去1個星期科技巨頭嘅財報大考。呢場大考其實係一塊照妖鏡，照出 AI 泡沫之下，邊個裸泳，邊個真正數緊銀紙。OpenAI 承諾咗6000億美金嘅數據中心支出，但係 ChatGPT 流量份額1年內由86%跌到64%，算力成本指數級上升，但係用戶唔肯俾錢，商業變現撞咗埋牆。呢個算力黑洞直接嚇到資金早幾日瘋狂拋售半導體板塊。數學大師格羅森迪克 Alexander Grove Hendiek 曾經用過一個比喻，要打開一粒堅果，你可以攞個錘仔死力撲，但可能會撲爛晒入邊啲肉。
另一種做法係將粒堅果浸喺水度，等時間慢慢軟化個殼，最後輕輕一冧就開。依家科技巨頭搞 AI 就係用錘仔瘋狂撲，用1000億美金去硬爆算力。你睇下 Meta 交出33%嘅營收增長 ，EPS 仲好過預期，點解盤後會俾人掟到跌6%？因為 G1 白鴿將全年資本支出上調到1250億至1450億美金，市場睇穿咗佢想用開源模型打焦土戰，將對手嘅核心產品變成免費，借此瓦解 Google 同微軟。但係華爾街好現實㗎，息口4厘嘅年代，冇人想賠你燒銀紙去追尋一個遙遠嘅 AGI 夢，廣告賺翻嚟嘅錢全部填落無底洞，市場當然懲罰你。反觀 Alphabet，雲端營收大升63%，利潤率由17.8%急升到32.9%。最得人驚係佢嗰4600億美金嘅未消化訂單 backlog 入邊，原來包咗 TPU 硬件銷售合約。Google 已經唔單止係搜尋引擎，佢直頭踩入 NVIDIA 嘅地盤，做埋 AI 算力嘅底層軍火商。再睇 Amazon AWS 增速回升到28.4%，但係自由現金流暴跌95%。點解？佢正利用自己龐大嘅資本壁壘，趁住記憶體通脹，逼啲中小企業放棄自己起 server， 乖乖地交 AWS 雲端租金。佢係短期犧牲現金流去鎖死未來10年嘅算力定價權。呢一種掠奪者生態極度兇狠。微軟又點？雖然雲端增長30%，但係 Azure 毛利率跌到66%嘅新低。佢同 OpenAI 嘅獨家關係開始鬆動。當 OpenAI 嘅技術可以放喺其他雲度賣，微軟憑住 OpenAI 賺翻嚟嘅獨家溢價就會被稀釋。佢已經唔係呢場遊戲入邊唯一嘅莊家。大家可以留意下 SanDisk 佢哋啱啱公布嘅第3季業績，數據中心收入按年狂飆600%幾。CEO 透露已經簽咗5份多年期供應合約，鎖定咗420億美金收入。佢哋憑住 AI 大模型對 NAND 記憶體嘅龐大需求，成功將周期性極強嘅硬件生意變成好似軟件咁穩定嘅收費模式。經調整後，毛利率去到驚人嘅78.4%。呢啲就係真正擁有底層定價權嘅硬實力。仲有美國銀行最新報告指出，去到4月29號嗰個禮拜，美股基金吸資193億美金，中國股票基金就走資113億。資金流向反映緊全球資本對地緣風險同經濟韌性嘅真實投票。依家個市場絕對唔係相信奇蹟嘅時候。聯儲局為咗保住體系信用，一定會維持高息。戰爭帶嚟嘅實體通脹同埋 AI 軍備競賽帶嚟嘅算力通脹，正喺度聯手搞殺企業嘅現金流。請你睇清楚個，冇辦法將 AI 算力即刻變現嘅企業，最終會被資本支出拖死。未來嘅市場防守遠遠重要過進攻。想喺呢場絞肉機入邊生存，你必須放棄對高估值神話嘅盲從，跟隨真實嘅定價權同現金流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言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